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Astrology 读占卜的频道。那么呢，今天要来接着看一下大家龙年财运的一个能量的状态。那么这次比较特别哦，我用了一个比较传统应景，春节常常会去庙里抽签的这个观音灵签。但是呢，因为观音灵签它上面有这个宫杆，所以它可以配合紫微的牌卡来看一下，可以看出更多更仔细的东西。那么呢，其他还有可以看出细节的塔罗牌卡以及神谕卡。那么今年的龙年呢，希望大家在金钱运上都可以有新的斩获，也可以从这个占卜当中呢汲取一些灵感，来看一看可不可以赚更多的钱，金钱运可不可以更棒。那么呢，就像前几次的占卜一样呢，请大家静下心来。那么我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来帮助大家选择。那么有3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组，请大家用直觉来选择一个牌面，或者是选一个喜欢的号码。大家都选好了吗？那么呢，请大家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组别的时间。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财运。那么今天很特别哦，有用到这个观音的这个灵签，还有其他不同的新的牌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观音的灵签抽到什么？你抽到的是24，第24签。他说呢，月出光辉四海明，前途路未见太平，浮云扫退终无事，可保祸患不临身。那么呢，在财运来讲，求财的话，它是少有，第24签。那么再看一下大家的紫微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很不错，是禄存，再来是天同。那么大家的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团结，还有一张这个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不是给你的哦。再来呢，茶叶卡所抽到的是钥匙以及花瓶、扇子。我觉得呢，大家呢好像龙年呢在爱情运势上都算比较不错的哦，但是其他事业跟财运呢可能会稍微的有起起落落。再来是风筝以及财富，再来是9月份。那么大家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倒吊人，再来是圣杯10，再来是钱币6，再来是宝剑7，再来是塔牌，再来是钱币骑士以及星星牌，再来是钱币10，再来是女祭司，再来是钱币4，最后一张牌子是圣杯3。那么选到这组人呢，今年的财运呢会有一段小小的波折，在波折过去之后呢，才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虽然呢，月出光辉呢，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不过呢，它后面的签诗呢，可保祸患不临身，浮云中退哈。那么浮云呢，是一定会遮在这个月光之前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时段之后呢，它才会散去。再加上呢，杨文广征南闽这个故事，它就是指杨文广为了救他的父亲呢，被困在柳州这个城中，那么孤立无援呢，没有援军也没有粮食哦，可是最终呢，还是凭借着这个援兵呢，解了这个围城的这个危难，那么进而呢，这个南闽之乱呢才解除了。可是呢，你要看这个故事，虽然最后是有解决，可是中间的过程危不危险？非常的危险哦。所以这个浮云一定会遮住了某一段时间，而且中间的过程一定会历经一段艰辛哦，所以才会说
支签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吉的大吉签，可能是一个平而已。可是好在的呢，大家所抽到的天同加禄存它是一个比较安逸得财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牌当中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因为呢你有圣杯十，以及呢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这个钱币十它是一个家族的繁荣昌盛的一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在情感跟物质上呢，其实都有你的家庭在罩着，尤其你的提点牌卡，它有这个团结，有种抱团前行的感觉，所以就是家庭呢，有给你一个避风港的感觉，或者是另外一个这个家庭延伸出去，就是你待的很久的公司有些人待公司待久了，就是公司彼此的同事就很像一家人例如说做一个面摊，整个面摊的老板员工很像一家人，又或者是一家人的感觉很容易出现在中小企业、传统企业当中就是一代传一代的那一种。那么呢，在这样子的庇应、阻应，或者是在公司的这个保护之下选到这组牌的人，其实在财运上过着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生活。再加上呢因为你抽到的是丁亥丁阴同积聚嘛，所以丁阴同呢化权，天同化权呢，表示这组人呢还是会稍微努力一下赚一下属于自己的钱财。虽然天同呢它表有点懒散，尤其你有一个小化禄，就是禄存就是天同加化禄是一个就是很著名，在这个紫微斗数上就是人会趋向懒散的一张牌就是躺着，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躺平，然后钱还可以进来，就是大概就是讲这个情形。但好在是呢你有化权，那天同呢化权呢就会稍微的激发这个大家想要努力赚钱，甚至呢有些人会努力到想要有一点自己的小事业，可能会创业。那么加上禄存呢，会有一笔小的钱财不会到太大，但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进到大家的生命当中。因此呢，这整个牌组当中就是有危难，但也有好的地方，也有积极进取的地方，但是也有休息的时候。那么呢，另外一张提点牌卡写不是给你的，那这个幸运饼干它就是呢在欧美吃完这个中国菜之后，它就会给你一个饼干让你掰开来，里面就会有一个签诗，这个签诗就会说你今天的运气如何等等。但是在这个财运上就表示着说不会有很大的意外之财，但是你的禄存呢又说会有一笔钱，所以可见的禄存这个它的钱财可能不会到太大，它不会是让你觉得说我可以靠这笔钱过完这整个龙年应该不会到这么大它是一个你有付出，然后比你所得再多一点在你意料之外的一个钱财。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因为呢选到这组的朋友，你有这个吊人牌然后我把它弄成一个逆位的，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是会疏解因为我在不经意当中把它放成了这个逆位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果然就是这个忧患是可以解。可是在今年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时期呢，你会对于钱财产生的这个损失的恐惧，因为你有塔牌，也有这个宝剑七，很可能是什么？例如说，股票的价值回落，它的价值崩落最近很多人有遭受到这样子的痛苦就是股票的价值崩落。或者是说你投资的什么基金、房地产等等，尤其房地产的可能性又更大，因为这一座塔通常呢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古塔，但是在这副牌组当中，它画的特别像一个豪华的摩天大楼、摩天大厦，所以更有可能是你会经历到一个房产
突然的价值的暴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么呢，这个选到这组人就是听到这边不要太担心因为你还是有很多其他正面的牌卡。例如说，即便是如此，选到这组牌的人，因为天同在财帛的话，命宫呢就是天机星。那刚才丁阴同机具，就是天机如果化科的话，就是选到这组人只要在岗位上稳扎稳打，保守的把钱财赚到的钱呢都能够存起来入存，把你的钱存起来，锁在某个地方不要乱花钱的话，其实是可以慢慢累积钱财的。钱币骑士的意义就是在于说，你会慢慢一步一步累积属于自己的钱财，即便回落即便你所拥有的东西价值回落，第一个会有贵人帮你，就像刚才的杨文广的故事当中，会有援军到来。第二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你的公司跟你的家庭是强力的后盾，所以在这个钱币六当中呢，是会有贵人帮助来支持你很慷慨的让你度过了某一段的危机。之后呢选到这组人就可以再继续慢慢努力，往自己目标星星牌这个目标的这个数目，这个金钱的数目开始再继续努力，就会从这个塔牌的状态当中脱离另外一个呢，选到这组牌的人，虽然天同化权是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牌，但是选到这组人积极正向的方向，第一个要充实自己的理财知识，尤其是之前呢，如果是真的是投资上有很大损失的人，就要开始真的去研究整个经济的概况、市场的概况，不能听信这个所谓理财专家的就是单一方面的言论，因为宝剑七就是别人会从你这边把钱财给取走，所以有可能呢，你听信了某一个理财专员的话，然后就把钱投注在某一个标的上，就等同于你让别人有机会从你的宝藏箱里面把钱给取走。因此为了预防这样子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女祭司就非常重要，她是一个非常冷静，可以洞察人心，并且可以用直觉来行事的一张很聪明的一个女性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呢，虽然这个特质和天同的特质有一点差异，不过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思考怎么样收起这个比较懒散的一面把这个化悲愤为力量去思考怎么样获取更多金钱相关的知识不要投资的太过单一或者是你如果要真正把钱投注在某一个东西上，或者是你想要创业的话，你都必须要具备那个产业当中丰沛的知识量怎么进货成本这些都要了解的非常的透彻。再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会开始呢知道钱财的重要性了钱币四出来了。钱币四就是会知道自己有哪一些东西一分一毫都要掌握的非常明朗，因此会开始记账可能这组人会在年中之后开始知道钱跑去哪里啦，还有多少钱啦，然后把钱牢牢的握在手上就体会到不要乱花钱，因为天同非常的喜欢享乐，他会把钱花在可能一个礼拜上一次馆子，或者是说我一个月就要买一件新衣服等等。就这组的牌组在年后的时候，在比较年末的时候呢，就会体会到说钱要花在刀口上这件事情，钱会牢牢的揽着，给自己比较多的一个安全感。那么呢，在你知道自己有钱财之后，再加上有一些小小的意外之财，或者是存到某一个数量之后，这组牌的朋友才会开始又进入天同的状态，就是会开始跟朋友一起去吃吃喝喝玩乐出国走走等等。不过呢，这整件事情都是发生在
这组朋友呢是有很强的后盾的哦，是有钱币10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不一定是要到什么暴富啊多富，是非常的稳定的，而且有小有积蓄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的哦。那么天机化科呢，我刚才说就是天同如果是在财帛宫的话，天机化科它这个特性就是它会稳稳的在一个公家机关啊、大机构啊、上班人员啊等等做一个非常平稳的工作，而且呢就是因为这组的朋友呢，他对于这个金钱的野心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大，再加上呢，对于钱财的处理呢，都非常的保守清白所以也很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所以贵人是这样子来的，他看到你这个处理金钱上有一点点就是不能讲一丝不苟，而是说你对于钱财没有非分之想这组的朋友有这个趋势。那我们再看你的茶叶卡，你抽到了这个扇子，它是说有关这个爱情的一些事项。因为这组牌朋友呢确实是有抽到这个圣杯10嘛，所以感觉上是小有一些积蓄，然后家庭的生活也很不错，又加上团结这个牌卡就是一家人会一起想尽办法把钱财留在这个家族当中，互相合力帮忙，是一个很完满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刚才说这一组牌的朋友呢，会碰到这个一次比较大的金钱上的损失，不过呢在9月份之后会疏解，就是龙年的9月份之后，我们就算国历在秋天之后会有一个关键它是有一把钥匙，而且这个是个成功的一个结果。在9月之后呢，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会有个关键人物出现，而这个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也会体认到金钱的重要性，而这个态度呢是非常关键的它会引起贵人来帮助大家呢。再来呢，大家抽到这个财富，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其实基本上金钱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疑虑，的确是会遇到这个价值就是损失，可能会损失掉账面上的价值，不过在金钱上不会觉得有很不够用的时候比较还好一点，甚至有机会可以在年末的时候龙年年末的时候安排一次旅行出去玩因为有风筝，有可能是出国玩的不只是跨县市，可能会出国。再来呢选到这组牌的人真的是蛮人见人爱的，因为本来天同的特质就是很人见人爱的一个人因为他比较与世无争，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抽到了这个浪漫就是有关于这个 party， 有关于这个派对啊，这个庆祝啊，而且你又有秘密的这个仰慕者，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缘很好，可以靠着这个人缘呢，把你的金钱，就是害你的人会很少，就觊觎你的人会很少，大家都会想要跟你做朋友啊，跟你同享乐。因此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就是要小心会有在年终的时候呢，不是在年末，在年初到年终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撼可是呢浮云终会散去，月亮会出现，而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是还蛮完满的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呢，要收起自己想要不劳而获的心因为这个幸运饼干很明确的说你不会得到一个什么很大的中什么乐透之类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其实你的后盾非常的坚强，然后你所在的一个团体家庭啊公司环境都非常的好这其实是大家都很喜欢也很羡慕的生活可以过得蛮惬意的中间有一个小波折，但不妨碍就是整体龙年呢还是可以过得挺不错的金钱上呢不会有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够用的时候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恭喜大家了，龙年财运算是很不错。那么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财运。那么首先呢，今天我准备了比较多不一样的牌卡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观音的签诗。那么你抽到的是第2签，他说呢：于今此景正当时，看看玉土百花魁。若能遇得春色到，一洒清吉脱尘埃。那么呢，他在这边有说他求财是先有后无，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等一下来看整体的牌卡。那么呢，你抽到的紫微牌卡是第一张是天府，再来是巨门。那么呢，再来你的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梦想，以及显现真实。那么茶叶卡你所抽到的是书桌、酒桶，再来是事业，跟这个书桌的感觉挺像的哦。再来是扫帚，再来是敬礼，以及8月份。那么大家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第一张就是皇帝牌卡，再来是权杖5、钱币4、钱币10、权杖4、圣杯1，再来是宝剑4，以及圣杯侍者，再来是隐者牌，再来是教宗牌，最后一张则是恋人牌。那么纵观大家的牌卡其实大家的龙年选到这组的朋友呢，龙年的财运呢看起来是挺不错的不过它有几个面向可以解析哦。那么首先我们看大家的综合的这个观音诗签这张牌呢，也就是这个假银的这支签，它其实在许多版本当中都是上级的是比较再更好一点的解释因为赵子龙就阿斗。最后呢，他终究是有救成功。那么这张牌呢，它有点出了这个季节，它的季节就是春天。那么在其他的不同版本的签诗里面，它有解释，选到这张牌的人呢，他的财运会如泉涌，泉涌就是很多很多，会不停的冒出来，所以感觉上，因为它会自动的冒出来。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会在龙年的时候找到一条金流，它是可以源源不绝的被动的供应你，也就是所谓的被动收入例如说版税，它会不停的进来。那么呢，它也含有一点点竞争的意思你必须在竞争当中得到这个钱财。为什么？因为这边有百花，那么百花争奇斗艳。最后你要成为那个花之王者，凭借你脱俗的气质以及不落俗套的表达方式，在赚取钱财上面呢，例如说就可以拿到一些写文字工作的啦，唱歌啊，演艺工作啦，或者是甚至是投资股票，它会有发什么股利等等，它是属于被动收入，你不用去管它的这样子一个收入。那天府就是财库。那么讲到这个天府跟巨门，它的能量很不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有2个不同的进财方式在你身上会发生。第一个，你本来就有财库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其实已经本来就小有积蓄了这个积蓄呢，有可能你已经升到了这个主管级因为天府是很会打理钱财，而且这个管理钱财是以保守谨慎的心态。以投资来说的话，就是会投资那个会有不断有股利出现的，例如说银行股之类的这就是天府的特质那谈到巨门呢，我刚刚为什么会一直提到这个有关表演性质的呢？因为巨门呢，它如果是在财帛的话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呢，会靠着表达自己说话。因为口才偏激呢，而赚得了就是自己的一桶金，而且经常的这个创业的项目，就是跟说服别人口说表达
等等有关哦。例如说作家啦，例如说各种的评论家啦，美食评论家、电影评论家，写网络上的文章，就是发表网络上影片，这些都算在你需要用嘴巴来表达的一个项目当中。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人，还有一类比较奇特的人会在这组人身上发生，就是你家里已经是小康之上，其实呢，父母可能会将来留很多的资产给这组的朋友。不过呢，巨门他在财帛宫他是不喜欢别人自动把钱给他哦，他喜欢自己挣来的感觉，所以这就是很像是富二代，但是他又要创业。这个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富二代，他就是要当什么主持人，他就是要靠着自己的口说的技巧，或者是当什么翻译人员啊，口说翻译人员等等，来赚取这个感觉上有一个专门技术的财库的一个来源。在这副牌卡当中呢，有各种动态的一个说话的感觉哦。加上这个神谕牌卡呢，它是说要说出真实哦，或者是真实，它会被说出来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是表达的能力呢，因为你的进财方式是需要靠口说能力的哦，也因此，如果你本来就不太会表达自己，或是比较内向的人的话，就要练习这个技巧了。因为你的塔罗牌卡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所有这么多的牌卡里面，你只有一张风象星座的牌卡，而且它是宝剑四，也就是说，口说的技巧，就是口才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你是具有这个才能，你是可以依靠这个才能去赚取庞大的财富，可是你让这个才能睡着了。那么宝剑四呢，在塔罗牌卡上就是有休息的意义在里面哦。因此感觉上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这个家族的财产或资产的权益上面呢，是比较没有捍卫自己的权益的。因为你的第一张跟第二张牌，皇帝牌跟这个权杖五，感觉上就是一个富有权力的一个长者，他大概有很大的一个领地哦，可以分给不同的臣子，就像赵子龙啊，还是谁啊，有一个封地这样子，很多人在争取这个领土的主控权，大家都在下面权杖五吵成一团啊，就争夺啊，你推我挤的这样子。可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似乎是比较是只想牢牢的掌握住自己该有的那一份，并不会多想要争取什么。你喜欢一个家稳固的感觉，所以你也是比较平和的一个人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多权益呢就会慢慢的、偷偷的自己消失掉了。那么同样的情况呢，不一定是指这个家里面，因为当然在古时候呢，就是家业这件事情呢，会和钱财它有很显著的连结。那么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它有可能指向的就是你所待的公司哦，有一个总经理啊、董事长等等哦，他会喜欢看着下面的主管互相的竞争来获取公司最大的利益。不过选到这组牌的人是一个比较沉稳跟务实的人，因为你的天赋就是有这个特质，所以呢，这组牌主人就比较容易就是握着自己的钱财哦，钱呢就是自己在自己方圆之内的会管好，然后希望这个组织呢能够稳固，希望自己的家庭呢能够安定，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最舒适的发展。因此我在前面说呢，你潜藏的天赋，这个口说的天赋呢就被自己有点埋没掉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发掘这一块哦。那么今年龙年就会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让你好像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盏明灯。哇，我好像有这个能力，我好像可以说服别人，然后结合你的梦想哦，选到这组的人在龙年的时候会往自己的这个梦想去发展哦，而且是在自己已经有第一笔资金可以投入的状态之下，因为天府是财库，是一定有钱的哦。再来第二个情况是，
你会和一个你很相爱的人结婚，但是这个人他们家是颇有资产的，是一个殷实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家庭。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很可能原本是个性会稍微内向一点的这一组的朋友呢，就必须在对方的家庭之中呢，比较要展现自己，因为是有时候是为了面子问题，或是为了对方的面子问题。不过从接下来这个牌卡的演变呢，不但是钱币十、圣杯一、圣杯侍者跟这个教宗牌呢，它跟这个情感的联系、传统的婚姻，还有情感的表达，甚至和生育，就是成家立业，而且还养儿育女，会诞生出新的宝宝这件事情都非常的相关。所以可见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龙年呢，有可能会因为交往的对象啊，或是步入婚姻等等啊，而得到了一个钱财上面的提升哦。而且这个钱财不但是很丰足，心灵也很满足，并且它是在一个众人的祝福之下完成的哦。再加上上面有那个权杖四，甚至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原本对方的家长并不看好，就是选到这个第二组的朋友哦，并不觉得说自己的家人啊什么的，可以跟第二组一起就是共度下半生等等。可是因为第二组的朋友终于站起来讲出自己心中的话，用真诚感动了对方整个家族哦。那么我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个家族的概念呢？因为你有抽到了这个皇帝牌，又有抽到了这个钱币十，它有一个你会和这个很富豪之家产生一个联系哦。因为钱币十就是一个非常有祖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代表，那么呢，皇帝又有一定的权力分配的能力。甚至有时候是这个皇帝已经看惯了身边呢很多人为了他的资源在争夺，所以呢总是喜欢用一个比较高标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哦。不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一直非常持续在梦想当中去奋斗，因为我刚才讲的巨门，他其实不太看重那个别人的钱财，他喜欢自己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特质，第二组的特质反而激发了这个贵人的注意，所以你的一洒轻疾脱尘埃，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喜欢自己赚，想要自己赚到自己的财库，而不是靠别人去获得自己的财库。那么在梦想上呢，一直苦苦追求梦想的那个就会打动别人，打动这个都是用钱衡量别人这个家族。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茶叶牌卡呢，也指向了说，你要认真的走在你职业的道路之上，因为你的书桌跟你的职业这两个呢，都很明确的指出来说，你会因为孜孜不倦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往你的职业梦想的道路上努力，而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那么也因此你是喜欢自己打拼的人，所以你不会去觊觎别人不属于你的财产，所以反而得到了这些就是可能在身份跟地位就是高于你的人的一个注意跟喜爱。不过呢，你有一个翻倒的一个酒桶，那张牌在解说呢，在龙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段时期会觉得什么东西不够。但是我看整组牌卡，因为情感是蛮丰富的哦，然后感觉上也是蛮多人喜欢你的，就是人缘很好。我觉得，而且你有梦想，所以你是有目标的。这边感觉上你觉得不够的东西，应该是时间跟所需要投注的初期的资金哦。虽然你有一笔财库，可是呢，你还是必须像这个钱币四一样，努力的守着你的金钱，还是要锱铢必较一下。因为如果你是自己的自营户啊、工作室啊，或者是创业的初期哦，这些都蛮需要一些钱财的，所以有时候确实会觉得不够。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不够，或者是体力不够。这边是比较
可能发生的现象，要不然不会有这个保健是就休息，你需要休息来恢复自己的精神。那么呢，大家的财运最好爆发的时机就是在8月份哦，或者是说在8月份的时候呢，你有可能会把你的钱财转换成一个实体的住所。那么它也吻合了一个权杖4的发展，或许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会和另外一半认真的考虑要成家，说要买一个房子哦。那么呢，要提醒一个比较特别的讯息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真的是要买房子的话，要考虑到自己以后生活的分配以及生活的机能，去选择自己的住所。因为他这边有新的态度，只有那个房子呢对了，你的新的生活节奏才会出现。很多人会忽略这件事情哦。例如说，房子一定不是便宜就好，你要考虑到通勤的时间，又或者是大楼的话，有人帮你收那些垃圾啊，或者是帮你收信件，可以省去很多等待这些包裹的时间等等。所以呢，这些会影响生活的小细节，都必须要深刻的考虑进去哦，你才会迎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新家。那么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哦，你的财运在龙年呢，可说是非常的不错哦。不但有之前的积蓄，或者是别人的资助，甚至是家里本来就有一笔不小的财富给你哦。但是呢，这组的朋友是蛮自立自强的哦，懂得说自己要依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子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那么呢，龙年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年，尤其呢，看到那个解释，求财的话如泉水般涌出来，就可以知道大家龙年的财运呢，即将大发利市。那么以上就是大家龙年的财运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财运。那么这次呢，我用新的不同的方式哦，用了这个签诗，也用了这个紫微卡来看一下大家新年龙年一整年的这个财运呢，会有怎么样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观音签诗，你所抽到的是第47签。他说呢，君尔何须问圣机，自己心中皆有意。于今且看月中旬，凶事托出化成吉。他的财运呢是先平后吉。那我们等一下综合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再来，你的紫微牌卡抽到的是左辅以及化权。那么提点牌卡你所抽到的是，你的提点牌卡比别人多一点哦。首先你第一张抽到的是休息，再来是胜利。那么还有一张提点牌卡是有点像金银岛，充满宝藏的岛屿哦。那么茶叶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啤酒杯，再来是凤梨、握手、孔雀、盾牌或者是防卫。哇，抽到了婚姻。那么最后一张则是5月份。大家的牌有一点多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再来是钱币骑士，再来是权杖4，以及圣杯7、圣杯6，再来是宝剑3，再来是圣杯的侍者，再来是圣杯国王，再来是恋人牌，以及圣杯的骑士。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从你的这个观音签诗来看哦，那么今年呢的财运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颠簸，有一些不顺，可是呢到了年终之后呢，就会慢慢的上轨道，
开始有起色。那么在这个一般的版本的观音签诗当中来说呢，它应该是先无后有的一个状态哦。那么从第一句跟第二句来说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度过这个钱财上的一个劫难或风波呢？他这边是说你要坚定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在投资钱财的话呢，就是不要随便看电视某一个什么财经专家说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那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应该是多方搜集资讯之后，自己其实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本身就有一定的判断能力，那么自己要做出一个冷静的判断，就是不能够人云亦云，因为他这边很明确的就是说，不要去问一些就是坊间道听途说的一些言论哦，其实你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哦。而从大家的紫微牌卡，左辅跟化权，那么左辅并不化权哦，所以化权是指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的争取你的属于你的一个钱财。那么左辅是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赚钱的方式上会属于一个比较正直，然后比较忠厚，而且它也是一个有点管理人才的一个象征。同时间，左辅也是会有贵人的一个象征，但主体而言，化权他的赚钱就是要靠自己辛苦去赚过来哦，并不是像化禄一样，有时候赚钱的管道会比较轻松。那么搭配前面的说你要自己做决定，可见的在做决定之前的那个所有的资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呢，就要特别谨慎，跟特别的花心思。但总体而言呢，就是有劳有获，努力之后还是会有相应的这个金钱流进你的口袋当中。再来呢，由于你的牌卡里面呢并没有主星，所以如果是用空宫来看的话呢，赚取钱财的方式呢，会有点受到大环境很大的影响。就是空宫它并没有不好，但是它或许会受环境影响的成分比较多。另外呢，空宫呢，它也说了一个特性是，这个人会比较有弹性。所谓比较有弹性，是他可能很容易听进别人讲的话，所以就有时候会很难坚持自己的主张走到最后。那么观音签诗已经非常明白的指出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神谕牌卡哦，你抽到的这个宝藏岛，这个宝藏岛很有意思哦。这个钱财呢是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这个宝藏呢是在你目光所及之处，可是你和它之间呢隔着海，隔着这个环境所带来的一个阻碍，然后承载着这个宝藏的呢是一只海龟，悠游自得的海龟。那么这幅情景就像是这个宝藏你在你伸手可及之处，可是你却又够不到。不过这个机会又会停留在那边一段时间，它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哦。海龟没有转瞬即逝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因此选到第三组的朋友，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出一个对策，怎么样能够吸引海龟游到自己的身边，或者是自己要建造什么船，去租什么船去靠近这只海龟。那么中间的这个落差，就是你必须和这个宝藏搭建起来的这个桥梁就分外的重要。这需要就是第三组的朋友好好的思考自己和金钱当中的距离跟手段。再加上呢，你有这个休息还有胜利的两张不同的这个神谕卡哦，表示说，其实在今年龙年当中呢，你会有一段时间呢是可以休息，然后思考怎么样获取你想要、你渴望的一个金钱。在实践之后，你才能会得到这个胜利，或者是说，因为刚才讲说你容易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有可能这个情况也来自于说，环境它并不支持，或是经济它本来就是在一个循环当中的某一个谷底，但是当经济又上来的时候，自然你就比较容易获得胜利。那么时间上呢，因为签诗上也有讲月中旬嘛，
再来呢，你又抽到了这个5月份，因此感觉上是在今年的财运当中分成2个分水岭。前半年呢会稍微的辛苦一点，会需要很多的就是沉淀思考的时间，在下半年才能够大展身手。因为总是先碰到凶，所以最后才初化成吉嘛，所以这个顺序倒是蛮明显的哦。然后选到第3组牌的人呢，你的塔罗牌卡相当的有意思哦，因为你居然抽到了圣杯的侍者，然后又有圣杯的骑士跟圣杯的国王，它感觉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就好像是你和金钱建立关系的一个逐步的过程。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多呢，本来看待金钱是宝剑皇后，那么宝剑皇后呢，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理性、善于决策的一号人物哦。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今年呢，龙年呢，必须要自己做决断，所以呢，当然你也会有这个特质。但是选到第3组的朋友，会将这个非常过分聪明的特质，他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比较温和的特质，也就是从这个宝剑的理性转变为和金钱能够好好相处，不是在想着说要有什么计策计谋，将钱框在自己的身边去赚到更多的钱。这就像是一个人的个性呢，他如果非常的实事求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好了，他过分的讲求对跟错、是非哦，他非常善于分析这些事情的道理。可是呢，他却会让他身边的朋友呢，对他敬而远之。他并不如圣杯这个力量，就是你很关怀别人，你和别人建立起一个同理的关系，反而大家才会接近你。那这边呢，就适用于这个对金钱的关系上面哦。选到这组的朋友，在龙年呢，会知道一步一步和金钱建立像朋友般的关系，而不是一赚到就想要马上花掉，又或者是说想要从一个一个细缝里面把一个个钱给用奇巧的计谋把它给翻出来。那么赚钱的方式跟钱搭建桥梁的那个工具哦，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而且你的吸引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也可以用一些吸引力的法则来面对，就是之后会碰到的一些困境。那么在龙年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选到第3组的朋友呢，对钱财的这个态度哦，会有一些比较天真浪漫的想法。就觉得说，可能和别人呢，打了一个契约，和这个公司打了一个什么工作上的契约，自己的钱财呢，就会开始慢慢的进展，然后只要自己好好的存钱，第一桶金很快就可以存到。刚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这样子稳固的感觉，可能需求就够了，并不会有一些过多的要求哦，觉得生活赚钱就是如此。可是呢，这组的朋友是会因为大环境的一个变迁哦，让大家从这个有一点过于天真的想法当中呢，有点被打醒。例如说呢，投资上面呢有很多的选项给你，你每个都觉得这个应该可以保底，那个应该可以循序渐进，有各式各样的选项呢摆在第三组的面前呢，第三组都觉得哦好像都很不错，可是呢事实胜于雄辩，就是环境呢会让第三组的朋友得到了决定性的成长，会用一个稍微比较失落的方式，会觉得啊，这是我之前想的太美好了。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有它复杂的地方，那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并不简单哦。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可能会在龙年对于金钱的态度上会学到这一课哦，因为之前的简化也稳稳的有赚到钱，可是殊不知就是上天会给第三组人一些考验，让大家再用更成熟的态度、更成熟的方式去面对金钱的问题。但是好在呢，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人，因为你一下子就从这个
圣杯的骑士涨到了圣杯的国王哦，是一个在所有的事情都很平衡之中，更认识到金钱的关系是真实上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结果就是在龙年末的时候呢，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会得到你想要的金钱，至少你已经会建立出那个初步的雏形，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胜利。所以在这组的朋友当中呢，金钱运呢是可以期待的哦，只要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会有一定的收获，也会有一定的成果。那我们再用茶叶牌卡来看一下，大家有些什么细节上要注意。首先呢，大家抽到了很多庆祝的牌卡哦，不管是结婚，或者是庆祝这个酒杯，加上你之前又有抽到这个权杖四，这边的感觉很奇特哦，我会觉得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跟这个金钱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跟这个金钱呢已经缔结了很稳固的关系哦，甚至走入婚姻，就是有一种我这样子只要继续赚下去，我的生活就会一切的美满稳定到最后。但是今年的龙年会给第三组的朋友一个很深刻的生命经验哦。你看哦，你的左辅是一只手，是单只手，感觉上呢，你想要去伸手去抓那个宝藏岛上的宝藏，可是呢，你的方向有一点错误。但是到了龙年的最后，你会学习到，就是你终于和金钱握上了手，你们两个终于和解，不再是刚开始的比较莽撞的态度，或者是一厢情愿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赚到钱的一个态度。所以这组的朋友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呢，一定会跟钱财有一点走散的感觉。这个很明显，因为你有这个复合，而这个复合呢，它又不是特别是画着爱情相关的哦，它的代表图腾居然是一颗凤梨。那么凤梨呢，在华人呢，尤其是在台湾当中呢，是代表着好运来的感觉。它的台语呢是“翁来”，就是好运旺旺来这样子。所以代表了今年度在某一个时期，你必须要拿起你的盾牌来捍卫住自己的资产。另外一个呢，就是会因为面子而失去了处理金钱最佳时机。例如说呢，投资基金或股票该卖的时候呢，错失良机，觉得它会再更上去。那么除了这一个和金钱建立的关系，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之外，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一部分的人会因为结婚、婚礼，或者是呢，因为你的婚姻当中，你必须要送另外一半某一些什么周年纪念日的礼物之类的哦，花了不少的金钱，而这个金钱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就是应变出来的哦，可能你已经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时候，没有办法给予像往年同样的礼物，可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却会希望对方是觉得自己都没变，想要把这个面子给撑住，因此花了不该花的金钱。所以呢，如果要在龙年结婚的朋友啊，或者是要生小孩的朋友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花费是不是太多了。尤其呢，权杖四又加上了圣杯七以及圣杯六，这些牌组合起来就是会想象很多很美好的情境，但是如果真的都花钱去达到它的话，那个花费真的是很可观，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尤其呢，圣杯六在传统上是一个男生呢，他为了追求他喜欢的一个小女孩呢，他抱了一大束的花，想要分享给她。那么尤其呢，又有这个结婚的牌卡，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如果在今年要结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财运会不会因为这场婚礼而遭受到你之后要花比较多几个月啊或什么的很长的时间来弥补。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你有左辅，或许可以请长辈帮忙，因为左辅是一个贵人运蛮好的牌，尤其他看起来非常的忠厚、正直跟温和，通常很有长辈缘。所以如果是真的是结婚、婚礼啊这些订婚啊这些情况的话，或许可以跟长辈商量一下，看
长辈愿不愿意资助赞助一些东西。甚至我也看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一些人呢会拿自己的第一桶金去购置房产，因为权杖四也有房产的意义在里面哦。不过还是老话一句，如果可以请到左辅这个贵人帮忙的话，那是再好也不过的。那么呢，综合以上的讲解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今年会和金钱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很多人会花费很多年去和金钱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不过这组牌的朋友，今年最大的收获在财运上，就是你可能从刚开始的天真，在经过一年这么短的时间之后，居然就成为了一个和金钱能够和平相处的一个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金钱上的成就哦。以上就是第三组龙年财运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